各位朋友，立春到了，这一天可不得了啊！这不仅仅是24节气的龙头老大，更是太岁老爷交接般的生死关口。古代连皇帝都要在这一天带着文武百官去东郊，恭恭敬敬的把那口最宝贵的阳气给迎回来。但是，如果今天我不拦着你，你家里可能还留着几样要命的脏东西。这些东西如果不丢，它们就像你家里的一个巨大黑洞，把你未来一整年的阳气、财气全部吸干。到时候你就算去宫庙点再多的光明灯，穿再贵的红内裤也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家里的磁场是漏的，是个破洞。今天我就带你们当一回风水医生，给你们自己住的这个家动一场保命的大手术。我知道很多朋友一听到要丢东西，心里就开始纠结了。哎呀，尼斯，我们那是节俭惯了，东西用久了有感情，舍不得丢啊。或者说，这当初可是花大钱买回来的，丢了那不是败家吗？诸位，这就是我平时不爱讲大道理的原因。讲了你们也听不进去。今天我们不讲虚的，就拿你的身体来做比喻。你们现在就把你们住的这个房子想象成是你自己的身体，房子的大门就是你的嘴巴，那是纳气口；房子的窗户就是你身上的毛孔，是管呼吸的；房子里的过道、走廊，那就是你身体里的血管和经络。我们中医的圣经《黄帝内经》里怎么讲的？他说阳化气，阴成形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健康的人身体里一定是阳气在主导，阳气足，血脉就通畅，手脚一年四季都是暖乎乎的。那要是身体里阴太多了呢？那就完了，那就是淤血，就是排不出去的痰湿。这东西在身体里久了，它就是肿瘤，就是癌症。同样的道理，你们回头看看你们的家，有些东西摆在那里一年半载都不动一下，上面落满了灰尘，那是什么？那些就是你房子里的淤血，是你房子里的肿瘤，它们是彻底的死物，是纯阴的东西。立春是什么日子？立春是天地间阳气生发，万物复苏的时候就像春天来了，小草要顶破，泥土发芽，太阳要升起来照亮大地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你家里堆满了这些阴气沉沉的死物，外面的阳气本来想进来你们家看一看，结果一进门，哎呦，一股子霉味，全是垃圾。阳气受不了这个污秽之气，转身就走了。阳气不进门，你告诉我财气从哪里来？在中医里，阳气不到的地方就是病灶，就是生病的地方。在风水里也是一样，阳气不到的地方就是你们家的破财位，就是在那边漏钱。特别是马上要到的2026年，那是丙午年，天干是丙火，太阳之火，地支是午火，至阳之火，这是烈火烹油的一年，是能量极强的一年。火要烧起来需要什么？需要木来生它，需要氧气，需要通透的环境。如果你家里堵得像个万年树变一样，杂物堆积如山，这把火根本烧不起来，反而会把你家里常年累积的那点湿气、霉气蒸发成毒气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换运的年份突然大病一场，或者突然破大财，家宅不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家这个容器太脏了，它接不住老天爷给你的这把旺火。所以今天我叫你们丢东西，不是为了让你们打扫房子爱干净那么简单，我是为了让你们给自己的家通血管，把这些堵住你运气的血栓给它拿掉。血管通了，气血一过来，手脚一热，你的运势自然就活过来了。听懂了吗？这是救命的道理，不是大扫除那么简单。那么具体要丢哪3样东西？我们先来说第一样。既然刚才说这房子是身体，那什么是房子的脚？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穿的鞋子。诸位朋友，你们现在低头看看，或者回想一下，你家门口那个鞋柜里是不是藏着几双这样的老古董？有的鞋底都磨偏了，像个歪脖子树一样站不直，有的脚尖那里开胶了，像张了个大嘴在那喊饿，或者是表面那层皮都掉得斑斑驳驳，跟得了皮肤病一样难看。我知道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，特别是我们台湾这辈人特别节俭，我也理解，以前苦日子过惯了嘛。经常有老人家跟我讲，尼斯啊，这鞋子虽然旧了点，但还没破个大洞，漏风还能穿嘛，丢了那是作孽，是败家，大错特错。我告诉你们，把你穿得光鲜亮丽去买几双没用的名牌，那叫浪费。
但是你留着这些破鞋子不丢，那才叫真的败家，那是在败你全家的风水。我以前在诊所看病的时候，有个叫老李的病人，50多岁，做点小生意的，他来看什么？看腰痛，还有就是那个痛风，老不好。他一进来，我就看他那个走路的姿势不对劲，一瘸一拐的，我就往下一瞄，看到他脚上那双皮鞋，哎呦，那双鞋后脚跟的外侧都已经磨得像个滑梯的，鞋底薄了快贴到地面了。我就直接问他，老李啊，你这生意最近是不是很难做？是不是谈好了单子临门一脚就黄了？老李眼睛瞪得老大，看着我说，尼斯神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最近真是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，明明那个客户都说要签合同了，突然就变卦。我说你不必找风水先生看大门了，你先把你脚上这双破鞋丢了，你的财运就回来了。他不信了，说鞋子跟财运有什么关系？诸位听好了，这里面的道理我不讲迷信，我只讲医理。第一点，脚底是你的根，根烂树必死，人老脚先衰，树老根先枯。我们的脚底板有一个人体最重要的大穴道，叫涌泉穴。涌泉就是生命之水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地方。这个穴位是肾经的第一大穴。中医讲肾主志，这个志就是志气的志。一个人要想发财，要想把事业做起来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这口志气，靠的是肾脏的能量。你穿一双破鞋，鞋底磨损严重，你的脚就是歪的，脚是歪的，涌泉穴就贴不稳地气，地气接不上，肾气就虚浮，肾气一虚，人就没有志气，做事就犹豫不决，这就叫根基不稳。根基都不稳了，你怎么去承载那个财？财是很重的东西啊，你脚下发飘，财一来就把你压垮了。第二点，鞋子破了就是漏财。你们看那个开胶的鞋子，前面张开个口子，像什么？像不像一张嘴巴张在那儿等着漏东西？在风水上，鞋子谐音鞋，穿破鞋就是把邪气穿在脚上到处走，而且鞋子前面开胶叫漏财口，鞋后跟磨损严重叫靠山倒。你穿着这样的鞋子去谈生意，去见客户，你的气场先天就矮了人家一截，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，但那个穷酸气是藏不住的，别人一眼就看穿你了。第三点特别关键，2026是火年，肾水绝对不能干。明年丙午年火气那么旺，五行里水克火，如果你想驾驭这个火年，想发财，你的肾水必须得足。你穿双破鞋，天天在那卸掉你的肾气，水干了，火一来就把你整个人烧干了。所以明年保护好你的脚，就是保护好你的财库。所以听到这里，我要给大家布置第一个任务，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第一丢，去把你家门口的鞋柜打开，把你床底下的鞋盒子全部拉出来。我们要找这3类鞋，立刻处理。第一，磨损严重的，把鞋放在平地上，如果他自己没法站直，会向一边倒，丢掉，这叫扶不起的阿斗，带不动你的运。第二，开胶断底的，不管能不能粘好，只要他曾经开口过，就说明他守不住气了，丢掉。第三，3年以上没穿过的旧鞋，别跟我说以后可能会穿，这种鞋子放在角落里，上面全是阴气和灰尘，站着茅坑不拉屎，阻碍新鞋，也就是新运气，进门丢掉。怎么丢？这里面也有讲究，别直接往垃圾桶一丢就算了，太草率，拿个袋子装好。如果稍微讲究一点呢，拿张红纸或者红布包一下，丢出去的那一刻，心里或者嘴里要念一句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穷气离身，财神进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送穷神。你得有个仪式感，告诉老天爷，我准备好迎接新的运气了。诸位，一双鞋子也没多少钱，但是你换上一双干干净净、鞋底平整的新鞋，你踩在地上的感觉都不一样，脚踏实地了，碑自然就挺直了，气顺了，财自然就来了。这第一样，听懂了吗？要是听懂了，我们就要讲下一样了。这第二样东西跟各位每天吃饭的那个家伙有关，这东西不丢，那可是真的在砸自己的饭碗啊。诸位朋友，你们去你们家的厨房，把碗柜打开，仔细检查一下你们家天天吃饭用的碗，装菜的盘子，有没有那种边缘磕破了一点点小缺角的，或者碗身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纹，
平时盛汤也不怎么漏，你们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碗还是好的嘛，这可是当年结婚买的成套的，或者是古瓷的，好几百块一个呢，丢了太可惜了。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嬷，那个碗边都磕得像狗啃的一样了，还在用，他会说，尼斯啊，这是西服，东西没坏透就不能丢，要勤俭持家嘛。糊涂啊，我把话放在这里，这不叫西服，这叫漏服，这叫在给自己找病身，给家里招小人。为什么我说的这么严重？我们中国人讲话很有意思，我们把工作叫什么？叫饭碗。做公务员叫捧着铁饭碗，失业的叫丢了饭碗。这个碗在风水和命理上直接对应的就是你的事业、你的生计、你的俸禄。你想想看，你每天一日三餐捧着一个破饭碗在吃饭，你的潜意识里在告诉自己什么？你在告诉自己，我的工作是不完美的，我的待遇是有残缺的，我的地位是随时可能碎掉的。这叫什么？在玄学上这叫破相。相由心生，物也应相。你天天用破碗，就是在咒自己的事业崩盘。所以很多家里喜欢用破碗的人，你会发现他在单位里特别容易犯小人。明明工作做得好好的，突然背个黑锅，明明该发奖金了，突然公司效益不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饭碗本身就是漏的，装不住福气。讲完风水象意，我们来讲医理。我不讲迷信，我讲中医最核心的五行。第一点，碗属土，对应你的脾胃。大部分碗是什么做的？陶瓷做的，泥土烧的。所以在五行里，碗代表土。人体里什么属土？脾胃属土。中医讲，脾胃是后天之本。人出生以后能不能活得长，气血足不足，全靠脾胃消化吸收。你用一个破损的裂开的碗吃饭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土崩瓦解。你的土是破的，土破了，气就散了。你在吃饭的时候，嘴唇碰到那个粗糙的缺口，你的心里会有一丝丝的不舒服。虽然你习惯了，但那个不舒服的信号已经传给大脑了。长此以往，你的脾胃之气就会受损。脾胃一虚，湿气就来了，整个人就容易累，想睡觉，大便也不成形，这都是土出了问题。第二点，土生金，土破则无金。五行相生原理，土是生金的。金是什么？在身体里是肺，在命理上就是钱财。你想求财，也就是求金，你得有厚重的土去生它。现在你的碗，也就是你的土是破的，是漏的，它生不出金来，甚至还会把金给埋掉。这就是为什么家里破碗多的人往往存不住钱。好不容易赚点钱，家里电器坏了，车子坏了，人生病了，哗啦一下全花出去了，因为你的土兜不住这个金。第三点也是最紧要的，2026年丙午火年，火多土焦，明年是火年，五行里火是生土的，老天爷给你降下来这么大的火的能量，想要声望你的土，也就是你的财库，结果呢，你的土也就是你的碗是裂的，火太大，土又守不住，最后就变成了火多土焦。这把火会把你的脾胃烧坏，明年很多坚持用破碗的人容易得胃溃疡、胃炎，甚至更严重的消化系统毛病。所以听我的劝，不管这个碗当年买了多贵，不管它是不是什么纪念品，只要是现在拿来吃饭的家伙，有裂纹、有缺口，在立春之前必须处理掉。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第二丢。怎么处理？这里有个大讲究，千万不要像丢垃圾一样随手一丢，万一被外面的乞丐捡去用了，那还是你的因果。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仪式，这叫主动应节。什么意思？哪怕这个碗还没完全碎，我们也要把它彻底打碎，替我们挡灾。具体步骤听好了。第一，找出来，把家里所有的碗碟盘子摸一遍，边缘有毛刺的都挑出来。第二，包裹，拿一张旧报纸或者红纸，把这些破碗包起来。第三，摔碎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比如垃圾桶旁边，狠狠地把它摔碎。第四，念咒，在摔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嘴里要大声喊出那4个字，岁岁平安，取那个岁岁平安的谐音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在运用心理学和玄学的破局原理。既然命里明年可能有这一节，比如破财或受伤，那我现在主动把碗摔了，印了这个破的相，老天一看，哦，这家已经破过了，那就不找他麻烦了，这页翻过去了。这就叫以小破挡大灾。诸位想一想，一个新碗才几十块，
100块，你为了这一点小钱赌上你明年的工作运和脾胃健康，值得吗？舍得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把这些残缺的土清理出去，立春那天去买一套崭新的圆圆满满的碗筷回来，新碗装新饭，那才叫捧着金饭碗吃出好运来。这第二丢，丢的是穷根，护的是胃气，听懂了吗？如果不心疼这几个碗呢，那我们就要进入这第三样东西。很多人家里都有，还觉得挺美，但在我眼里，那简直就是在家里摆了一具植物的尸体。诸位朋友，现在环顾一下你们的客厅、阳台或者你的办公桌，有没有那样一盆植物，叶子已经黄得像烟叶子一样了，还在那挺着半死不活的？或者是那种现在很流行的干燥花，什么满天星啊、勿忘我啊，干巴巴的插在瓶子里，商家骗你说这叫永恒的爱。再或者是那盆早就死透了的仙人掌，只剩下一个空壳子烂在土里，你也懒得丢。很多人跟我解释，尼斯，这干燥花多好啊，不用浇水，永远不凋谢，看着也省事。还有人说，那盆树虽然叶子黄了一半，但根可能还活着，我舍不得丢，想救救它。糊涂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这是在家里养尸体，你们这是在给自己布置一个枯木阵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从头来讲。第一点，植物是什么？植物就是家里的生发之基，在中医和易经里，植物对应五行里的木。木是什么？木主人，主生发，主调达。在身体里，木对应的是肝脏，肝气是要舒畅的，要像春天的树木一样往上长，那才叫健康，那才叫有冲劲。你家里摆着活生生的绿油油的植物，那叫生气勃勃。阳气一进来，看到这些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整个气场就活了，转起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摆的是干燥花，是枯死的树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死木。第二点，我们讲深一点，死木是阴中之阴，活着的植物是阳，因为它在生长，在进行光合作用，在吐故纳新，释放氧气。死掉的植物生命力已经没了，它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，它不再释放氧气，反而开始腐烂，释放霉菌和煞气。你在家里摆干燥花，就等于在客厅里摆了一具植物的木乃伊。你天天看着它，你的潜意识接收到的是什么信号？是枯萎，是停滞，是死亡。这种信号看久了，人的心态就会变老，做事就没有那股子冲劲了。第三点，死木伤肝，败你的运气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，你的眼睛看到的都是枯黄衰败的颜色，你的肝气就会跟着郁结。为什么很多家里喜欢摆干燥花，舍不得丢枯草的女性朋友容易长斑，容易乳腺增生，容易在家里发无名火？因为你的木的环境是死的，你的肝气不通啊，肝气一郁，血就不行，脸上的斑就出来了，家里的气氛就僵住了。第四点，2026年丙午火年，失木才能生火。还是讲回明年这个大火年，木是生火的，没错，但什么木能生火？是干柴吗？不是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，烧完就没了。在中医里，要想心火，也就是君主之官旺盛，需要肝血，也就是木要足。这个木必须是有生机的，带有水分的活木。你家里摆一堆枯死的木头，那叫死灰。死灰复燃，那是成语，现实中死灰只能呛人。明年你想运势红红火火，必须要把这些阻碍燃烧的死木头给清理出去。所以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第三丢。听好我的行动指令，立刻执行。第一，地毯式搜索，把家里所有枯萎的、发黄超过一半，怎么浇水救不回来的植物统统丢掉。不要心疼，不要想着能不能救活。立春这个节点，我们要的是100%的旺气，不能有半点拖累。第二，清空干燥花，不管多贵，买的干燥花丢。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造型，去买仿真的，假花都比干燥花强。假花虽然没有生气，但起码不是死气。当然最好是买鲜花，1周一换，保持新鲜。第三，空盆处理，只剩土的空花盆也不能留在那里，那是空亡之象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要么种上新植物，要么连盆带土处理掉。丢完了旧的还不算完，重点是怎么补救。
丢完了旧的，我们要在这个位置补上新的生机。立春这天去花市买一盆阔叶的常绿的植物回来，比如发财树、金钱树、龟背竹，这种叶子大大的，哪怕是一把便宜的富贵竹也可以，只要是绿的活的，摆在哪里？今年也就是2026丙午年，要把这盆绿植摆在家里的正东方或东南方，这两个方位属木，把新鲜的绿植往这一摆，这叫青龙归位，左青龙右白虎，青龙一动，家里就有喜事，你的肝气舒畅了，眼睛亮了，看问题清楚了，赚钱的机会自然就被你抓住了。诸位，植物是家里的气压计，把它搞好，就是在养你的肝，养你家里的生发之气。这第三丢的是死气，接的是青龙。好，讲到现在，我们回顾一下，脚下的破鞋丢了，通了肾气，稳了根基；手里的破碗摔了，护了胃气，保了饭碗；眼里的枯木清了，疏了肝气，赢了青龙。你家里的有形之物已经清理干净了，风水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还不够，最重要也是最难丢的是这第四样东西，它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如果还在，前面做的所有一切全部归零，那就是丢掉心里的怨气。诸位朋友，什么是怨气？怨气就是你心里那口咽不下去的气，是你脑子那个放不下的恨。我来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以前治过一个女病人，40多岁，得了乳腺癌。她来的时候，我就问她，你是不是恨一个人，恨了很多年？她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。她说她恨她的前夫10年前抛妻弃子，把家里的钱都卷走了。这10年来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在脑子里把那个负心汉骂1万遍，诅咒他不得好死。我就严厉地跟她说，你恨了他10年，他少一块肉了吗？他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但是你自己呢？你用这口恨意把自己深深恨出了一个肿瘤，你这哪里是在报复他？你这是拿他的错误给你自己下毒啊！诸位，这就是怨气，它就像一块烂肉长在你的心里。立春阳气一生，如果你这块烂肉还在，阳气一蒸腾，毒气就会攻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怀怨恨的人，一到春天就容易精神出问题，或者旧病复发。我们再来讲深一点，为什么怨气会挡财？第一点，怨气堵塞任督二脉，人要转运，气脉得通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是紧绷的，你的牙是咬着的，你的气是滞的，这种状态下，你的经络全是堵的。老天爷就算给你倒金元宝，你的身体也接不住，全都弹开了。所以我们说，怨气重的人，财神绕道走。第二点，恨意是最大的漏财口。佛家讲火烧功德林，你做了一辈子的好事，只要心里一动嗔恨念，那个火一下子就把你的福报烧光了。在能量学上，恨是一种极高消耗的情绪，你每天花 50% 的能量去恨那个对不起你的老板，恨那个偏心的父母，恨那个背叛的朋友，那你只剩下 50% 的能量去赚钱，去生活，你怎么可能拼得过那些把100%能量都用来爱自己的人？第三点，今年特别注意，2026火年千万别玩火自焚。明年丙午火年本来火气就大，如果你心里还藏着一团怒火，外火引动内火，那叫走火入魔。轻则失眠焦虑，血压飙升，重则做出极端的傻事，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。所以在这立春到来的时刻，我要教大家一个泄愤改命的绝招。这个方法我只教一次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终极一丢立春烧冤法。听好操作步骤，用一张黄纸或者普通的白纸也行，一支黑笔，一个打火机，一个耐火的盆。在立春当天的正午，也就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，这是阳气最旺的时候，用纯阳之气化解阴邪。具体步骤，第一，写。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把你这辈子最恨的人的名字，或者你最放不下的一件事，写在这张纸上。一边写，一边把你心里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心全部导出来。你可以哭，可以骂，把这些情绪全部注入到这几个字里。这一刻，这张纸就是那个人的替身，就是那个业障的载体。第二，烧。把纸丢进盆里，点火烧掉，看着那个火苗窜起来，看着那个名字变成黑色的灰烬。
第三，念，在火烧完的那一瞬间，大声对自己说3句话：账算清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原谅你了，我也放过我自己了。如果你是信佛的朋友，做完这个动作，你可以再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心经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这就叫解冤释结，菩提花开。诸位朋友，那个原谅不是为了宽恕那个坏人，他不需要你的宽恕，老天自有收他的方法。这个原谅是为了把你心里那个捆绑了多年的绳子给解开。那一瞬间，你会感觉到胸口有一块大石头落地了，你会发现呼吸都变顺畅了。当你把心里的垃圾倒空了，立春的阳气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里，这才是真正的腾笼换鸟，这才是真正的改头换面。诸位，前面的4丢做完了，你的家里和心里已经干净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天大的机关，我必须现在告诉你们，特别是有5类人，明年搞不好要出大问题。老话讲，春打岁前，五谷丰登，躲春避凶，岁岁安宁。听好了，2026年的立春非常特殊，它的具体时间是在公历的2月4日凌晨4点01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早立春。春节还没到，春天的大门先抢着打开了。在这个时间点前后，是上一任太岁老爷和下一任太岁老爷交接班的时候，就好比2个大领导换届，权力交接的时候，气场最动荡、最混乱的。天地间的阴阳二气正在剧烈的重组打架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你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大街上乱晃，或者在跟人吵架，在喝酒买醉，你就很容易被这股混乱的气场给冲到倒大霉。特别是下面这5类人，你们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在立春这一刻，你们必须躲春，这是老天爷给你们留的最后的避难所。第一类，属马的朋友，这是本命年，属马的明年是你们的本命年，而且地支里讲五五自刑。什么叫自刑？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明年你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想不开，钻牛角尖，严重的精神内耗。中医讲心主神明，午火对应的就是心脏。明年属马的人，心火容易过旺，容易焦虑失眠，甚至心血管系统容易出问题。怎么躲？立春这一刻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静坐，告诉自己，这一年我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心平气和，稳住你的心神，就是护住了你的心脉。第二类，属鼠的朋友，这是冲太岁。属鼠的特别注意了，子鼠属水，午马属火，水火不容啊。这是12生肖里冲的最厉害的一对，叫子午正冲。冲代表什么？代表变动、冲击、车祸、手术。明年你们的事业可能会有大变动，或者家里会有突发状况让你措手不及。怎么躲？在立春气场转换的时候，你们千万别出门，别见生人。我们要避其锋芒，老天爷在打架，你躲在防空洞里，别出来，等气场稳了再露头。这就叫以静制动。第三类，属牛的朋友，这是害太岁。属牛的，这是害太岁。害是什么？是陷害，是小人，是背后捅刀子。丑土见午火，看似火生土，其实是燥土会火，把你的光给遮住了。明年你们要注意人际关系，合作容易破裂，多年的朋友容易反目成仇，身体上要注意脾胃，容易有查不出来的暗疾。怎么躲？躲春的时候，彻底断绝一切社交，手机关机，不要回讯息，净化你身边的气场，不让小人有可乘之机。第四类，属兔的朋友，这是破太岁。属兔的，这是破太岁。破就是搞破坏、破裂，卯木生午火，但是生得太急了，木一下子就被烧干了。明年容易感情破裂，团队散伙，或者好好的计划突然被打乱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怎么躲？躲春的时候，脑子里就想着2个字：守成。这一年不要轻易开启大项目，先保住现有的成果，就是胜利。第五类，年龄逢9的朋友，除了生肖，还有一种人叫逢9。什么是逢9？明9，虚岁尾数是9的，比如29、39、49岁；暗9，
虚岁是9的倍数的，比如36、45、54岁。老话说逢9必乱，这是一个人的运势关口。人的气血走到这个节点是一个换挡期，气场最弱，最容易被外邪入侵，生大病或者出意外。怎么躲？和其他犯太岁的生肖一样，在立春这个点要把自己藏起来，只要躲过太岁交接的那2个小时就行，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寅时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但必须照做。第一，待在房间里，把自己关在一个独立的房间，拉上窗帘，不要见光，不要吹风。第二，保持安静，不要打电话，不要滑手机，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更不要在那唉声叹气，怨天尤人。第三，坐或卧，可以盘腿静坐调息，也可以躺着睡觉。睡觉其实是最好的补阳气的方法。第四，穿红。这5类人躲春的时候最好穿一件红色的内衣，或者鞋子里踩个红鞋垫，护住你的阳气，挡住煞气。诸位，这就叫避凶。我们在天地气场最动荡的时候躲过去了，等早上太阳升起来，气场稳了，我们再开门迎春。但是光躲是不够的，老天爷的考题，我们不光要会躲，还得会吃。俗话说立春咬春，百病不侵。这第一口春气怎么吃？这里面大有文章。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，这是在给你的身体这个风水局加入第一道燃料。我要教大家3招立春开运食谱，简单便宜，但是效果极好。第一招，咬春要咬根，好彩头带回家。立春这天，大家一定要去买一根白萝卜，在台湾我们叫它菜头，寓意好彩头。怎么吃？洗干净，连皮带须，切成片或者直接啃。中医讲，萝卜下气消食，能把你冬天积攒在肚子里的那些油腻陈旧的废气通通排出去。而且古人讲究咬得草根断，则百事可做。你这一口咬下去，要有那个狠劲，心里想着我要把去年的穷根、去年的霉运一口气给它咬断，这叫断穷根，迎新运。第二招，姜茶通阳，把火点起来。刚才说了，明年是火年，你要想火旺，身体里的火种得先点着。很多修佛的朋友或者吃素的朋友不吃葱蒜，那立春怎么通阳气？吃姜。孔老夫子都说不测姜食。立春这天，大家一定要煮一碗热热的红糖姜茶，或者做菜的时候多放点姜片。中医讲，姜是助阳之本。冬天的寒气是缩在身体里的，春天阳气要生发，姜那股子辛辣温热的劲儿能把你的毛孔打开，把体内的湿气逼出来。喝下去，你会觉得一股暖流从丹田直冲脑门，甚至微微出汗。这就对了，这叫通气。气通了，运势自然就顺了，这比吃什么补药都强，而且清净温和，不伤慈悲心。第三招，春卷包金银，财库满满。我们台湾人立春习惯吃润饼，也就是春卷，这个习俗太好了，千万别丢。你想想那个动作，一张圆圆的皮，里面铺上豆芽代表生发，铺上蛋皮代表黄金，铺上肉丝或者豆干，再撒上花生粉代表长生不老，然后你把它卷起来，两头包住，这在风水上叫什么？这叫包袱底。把金银财宝，把生机勃勃全部卷在一起，吃进肚子里，这就象指着你把这一年的财气都兜住了，不漏了。所以立春这一天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包春卷，一边包一边说包金包银，包住好运。这种家庭和乐的氛围就是最好的风水。诸位吃得好，身体里的阳气就足，阳气足了，你才有力气去赚钱，才有精神去挡灾。听懂了吗？立春这顿饭要吃得热气腾腾，吃得豪情万丈。好了，今天给大家讲了不少内容，但是这最后我还要送大家一段话。如果前面的是救命招，那最后这段就是改命心法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同样是过立春，有人丢了旧物马上就转运，有人还是倒霉？因为有形的垃圾好丢，无形的垃圾难除。你把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那是给财神爷看的面子，但是你的心才是那个真正能装住财运的里子。如果你家里非常干净，但你心里全是算计，
全是嫉妒，全是抱怨，看谁都不顺眼，那你这个人的磁场骨子里就是阴的。哪怕大太阳照在你身上，你反射出来的也是寒气。财神爷来了，一看这个人心里这么黑这么冷，他也不敢待啊，转身就走了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心存善念，你看到邻居笑眯眯的打个招呼，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给他一口水喝，你看到别人过得好，你发自内心的祝福，而不是眼红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心中有阳。诸位朋友，阳气是什么？在中医里，阳气不光是温度，阳气就是爱，就是慈悲心。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身体里的阳气是最旺的，这股正阳之气能通经络，能化淤血，能生万物。所以2026年是火年，火主理主光明，要想这一年过得红红火火，除了丢掉破鞋破碗，我请大家每天做一件好事，哪怕只是对家里人少发一句脾气，哪怕是一句好话鼓励别人，这都是在积攒你的阳气。心宽了，你人生的路自然就宽了，心善了，你周围的风水自然就开始养人了。好了，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。现在我要向大家借一个事，大家都知道众人的意念聚集在一起，那个能量是巨大的。为了确保大家在立春都能稳稳地接住这波好运，我请大家现在立刻做一件事，请在留言区留下这4个字：立春去霉。或者你写下你现在最想彻底丢掉的一样东西，可以是丢掉破鞋，可以是丢掉疾病，更可以是丢掉那个负心汉。你把它大胆地写出来发出去，这就等于你在向宇宙向老天爷下了一张退货单，大声告诉老天爷，这些烂人烂事我统统不要了。同时你在祝福别人的时候，这道福气的光第一个照亮的是你自己。祝大家日子过得红火，心里活得通透，不但要有钱，更要有福，不但要长寿，更要康宁。也祝愿各位的家人，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和孩子平平安安，无灾无难。我们下期见。